现在的 ISO 已经拉爆了，再把快门拉一下，这是已经调到我手机能拍的完完全全的上限了。你可以看有没有光晕，我都不能再拉曝光了，然后把曝光调到一个正常值。现在好像压的太低了，这样拍出来更接近我眼睛看到。然后呢，就是低亮度的均匀性。索尼 RGB 的这个低亮度的均匀性还是挺棒的，你可以对照一下 C6H 的均匀性，你就知道它的均匀性还是不错的。你看到 C6H 它有一些竖纹啊，但是这边是没有的。你看它的均匀性是很棒的。索尼公司还表示啊，RGB 电视机在低亮度画面的控制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进阶，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暗部细节和更为平滑的色彩和灰阶的过渡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。在这个片段我们能看到啊，这个人物左侧的这个区域，你能看到 LG 它产生了白色的尾像，而且它的这些尾像已经影响到了色彩的呈现和暗部的表现。然后是在这一个很暗的深红色的水底，你能看到啊 ，RGB 电视它有从暗到明再到暗很丰富的过渡，但是 LG 的面板呢，一个是产生了褪色，另一个是它的色阶产生了断层。你看到它的整个画面是有一点发白，而且缺乏细节的。然后这个画面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人物发际线的地方，它一会儿会产生白色的尾像。当然还有它这些衣服的位置，它也褪色了，而且影响到了这个色阶的变化。你看到这边呢，你是能看到深浅不一的红色的，包括它的皮肤上面你都能看到。然后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发际线的位置啊。我们看到发际线的地方有白色的尾像，然后这个画面在这个黑色和红色渐变的区域 ，LG 也产生了白色的尾像，当然包括右边这一块都有。然后呢，就是整个色阶啊，你感觉它的色彩很单一，但是 RGB 电视上非常的丰富。这个画面呢，就是色彩的渐变了。LG 这个色彩渐变呢，它还是有白色的尾像，但是 RGB 这边简直是德芙一样丝滑。然后这个画面和前面的画面是类似的，我就不再进行赘述了。然后这个画面呢，也有前面类似的情况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渐变的地方以及色彩的区域呢，它不仅产生了白色尾像，也影响到了细节的呈现。而且你能看到更明显的断层这些地方。
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观影首选索尼。我们来看一下索尼啊，它到底强在哪儿？首先，我们两个品牌的电视机呢，把它的图像模式给重置。索尼是专业模式 ，LG 是 Filmmaker Mode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品牌的亮度管理是有区别的。那么首先我们对比的话，需要把两个电视机的亮度给对齐。索尼这边专业模式设置为20的亮度 ，LG 这边设置为40的亮度，然后这样的亮度是比较相似的。然后我们来进行对比啊。앉아라. 다 죽는다. 자.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大家注意左边是否有光晕的情况，因为这个下面这个画面是很暗的，我要把曝光给提起来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光晕明不明显啊？像这个地方我就必须把曝光提起来，否则的话我拍不到暗部的细节。现在呢，接近我肉眼看到的效果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两者的画面的分别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者的分别啊，是不是有一种错觉，左边更像 OLED 的电视？ 전화라도 한 통 하고 싶은데 생일이라고 엄마한테 전화라도 한 통 하고 싶은데 전화할 데가 없다. 일어나. 엄마 너무 보고 싶다. 엄마가 진짜 보고 싶다. 인생은 나그네길 相信看了这一段的对比啊，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对比的感受了，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